谁能想到，一座普通的小山坡，在这个男人的改造下，竟然成了合适居住的家。不仅有石头地暖、粘土壁炉，还通过自制的鱼钩，成功吃上香喷喷的烤鱼。刚被公司优化的建国，只想来到野外讨生活。他发现一面高耸的山坡，抑制不住建造基因的他，当即决定在这里建个小窝。只见他先去附近撂倒几根小树，然后加工成合适的长度。既然成不了花一朵，那就干脆用来搭建庇护所。很快就将手臂粗的木棍做成木梯。此时只要削上几根木栓，通过斧子的敲击把它们牢牢固定在一起，就可以通过梯子的辅助，在上面规划出大概的轮廓。建国一言不合就开挖，就这生猛的挖掘技术一点也不含糊。这片介于坚硬和松软的土地，也给挖掘带来了很大的便利。不一会的功夫，一个深洞就呈现在眼前，但是他根本停不下来，完全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一样，重复着相同的动作。铲子在建国的操控下，精准地凿着每一片泥土。很快，一个不大不小的储物槽孕育而生。既然打算长久地居住下去，必须在一侧找个合适的位置，规划出大概的轮廓，来给庇护所添加个灶台。一把铲子在建国手里舞动得虎虎生威。很快，他把烟道口也预留了出来。不得不说，建国非常有远见。本以为他要做个东北大火炕，没想到他在地面凿出个十字槽，直接一步到位做地暖。为此，他要去附近找来一些蔓藤。好在这里的资源比较丰富，一会的功夫就找来好几捆，并用他祖传的手艺编织出可以载物的篮筐。有了合适的篮筐做后盾，他去远处搬运石板就会方便很多。建国也毫不客气地收集一兜子，这些都是搭建地暖的最好建材，只要按照挖好的火道铺垫上去即可。剩余的粘土也没有浪费，他将其给堆积在一起，顺便请他们喝口82年的山泉水。这样做出来的四喜丸子弹性十足。现在把火道上的缝隙全部铺满，就靠这些粘土完全没有问题。而后他找来一根粗壮的原木，先用斧子将其一分为二，再用凿子开始细细打磨，把内在的质壁分离，做出个半弧形凹槽。再把树上分泌出来的蜡油放在火上加热融化，将其涂抹在木槽两侧，这样再重新结合在一起。而后用藤条进行加固，这样就得到一个完美的烟囱，放上去大小刚好合适。而后他将剩余的粘土继续给密封，就算冬天到来也可以不惧寒冷。不过在这之前要做个炉篦子，这就少不了先做个模具。在野外生存，首要就要学会利用周边的资源。要说小伙精神在哪都是实力派。只见他将收集来的原木3两下加工成方形，而且都要用锯子切成一片片。想要使木板变得光滑，就需要用刨子细细打磨，采用榫卯结构使它们首尾相连，这样就可以做出大小不同型号的模具。有了合适的模具，他继续找来这种固化的泥土，并用棒子给碾压成土沫，然后继续用水将其搅拌在一起，来制作比较大的炉篦子。再找来几根树枝穿插在一起，使其结构更加牢固。最后用粘土全部进行覆盖，用木栓分别插出749个孔洞。接下来制作泥砖也采用同样的方式进行。趁着晾晒的功夫，他又继续找来几根原木，将其加工成合适的长度。原木的一端都要削出榫头，这就是制作门窗的建材。继续采用榫卯结构将它们首尾相连，很快就得到一个长方形门框以及大小合适式窗框。现在只需要挖出2个对应的基坑，就能把门口稳稳地卡进去，看着大小刚刚好。随着整个泥砖晾晒完毕，也该到了正式搭建的时刻。一层粘土一层砖头向上垒起，得益于泥土的质地非常好，这让它搭建起来轻松许多。过程中还要把灶台口做精装修，在这之前要先把一大一小的炉篦子安上去，然后用砖头继续围绕着庇护所垒高。从这个砌砖的手法来看相当工整，本以为是个木匠出身，没想到是木匠瓦匠双学位。很快依靠着墙体垒出规整的烟囱口，过程中还要把预留好的木窗安排上，然后继续用砖头全都给砌上。现在整个庇护所看起来有了家的样子。然后他找来几根细软的柳条，将其用线绳横竖拼接在一起。都说荒野生存不养闲人，建国的手艺绝对是顶级的，通过一双巧手拯救所有，就连钓鱼的设备都要自我创新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大批撒网重点选拔。随即他在附近挖出几个新鲜的土豆，接着点燃壁炉，给壁炉烘干的同时顺便把土豆放进去，看着火焰猛烈的燃烧，很快木头变成了炭灰，土豆也顺利的在里面毕业，然后将其碾成糊状，用来当做诱饵，挨个给每个钩子上挂满。而后建国在小溪边垒出断流口，就可以把诱饵放进去等待时机。趁这个时间他继续收集一些绿荷叶，拿来给室内装饰一番。回来的时候池子里面已经有不少小鱼，看着建国是欣喜若狂，随即放在河边进行清理，然后用木棍串联在一起，做个烟熏小烤鱼。至此整个庇护所搭建完成，建国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